说说就擒吧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！铁手飞鹰是你什么人？你跑不掉了。你居然是名门正派的后人，现如今却为白飞皇这个逆臣贼子办事。我们锦衣卫是替皇上办事，可不是替东厂。今天你落到我们哥俩手里，算你倒霉。白飞皇颠倒黑白，兴师动众，他果然是坐不住了。如今他私运火枪火药，密谋造反，我手里掌握着他的证据。行了，28号，别跟他瞎咧咧。擒住了他，沈大人会提拔我们的。哎，28号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你发的信号，我没有啊。那他们怎么来的？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你是说你和宁王造反的计划书吗？我培养了你10年，你竟敢背叛我？培养？你只不过想要一条听话的狗，满足你的野心。你是准备去内廷告发我吗？你既然猜到我要来，也知道我要面圣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害怕吗？我怕呀，我好害怕呀！快说，东西在哪儿？我死也不会说。早晚有一天，有人会和我一样，会揭穿你的真面目。蠢材，宁肯自裁，也不说出来。报告大人，搜过了，没有。锦衣卫力士，拜见白督主。把袁公公给你们的东西交出来，本督主可以饶你们不死。袁公公并没有交在下任何东西，请督主明察。那袁公公跟你们说了些什么？他什么都没说，他就让我们2个饶了他的命。锦衣卫和东厂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没有权利命令我们。好大的口气呀！住手！
白飞皇，锦衣卫你也敢杀？沈大人，你这2个下等力士，与叛贼沆瀣一气，本督主只是执行朝廷法棍而已，替你清除2个细作。这是我们锦衣卫的事，不劳你白督主费心。大人，28号，给你吃个腿儿。我不饿。那你喝这个吗？正宗的花雕。你喝吧。我特意为你买的。谢谢。谁呀26号，我们都睡了。出大事了！进来吧。我最近发现沈大人一个大秘密，你们想听吗？有话快说。 28号，听说你武功最高，能不能带带我？干什么都行，犯事儿也行。那不行，这都是我们安排好的。你跟25号去，我跟28号。你先说，沈大人怎么了？你说不说？不说，赶快出去，别耽误我休息。沈大人，前几天偷偷去看一个女人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堂堂的锦衣卫指挥使，有个3妻4妾很正常。哼，但是，常大人让我偷偷跟踪沈大人，这也很正常啊。常总旗不是也没有夫人吗？住在外面那个女人国色天香，太厉害了。我还看见一个人偷偷去看她，你们想知道是谁吗？白都主。 废妃也得住内廷啊！我们现在在太和门，这是东厂的地盘。是啊，我听25号说，延清宫的刘贵妃恨他恨到死。你说这沈大人会不会爱上一个，这每天朝思暮想、藏在外宫、担忧不得见面的女人？28号，你得保护我，我知道的太多了，会被……嘘，你闭嘴！我……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在那儿。哪儿呢？我的天哪，她实在是太漂亮了，简直跟天仙一样。 阿若姑娘，大人以后还是不要再来了，免得流言蜚语。你们看沈大人，是不是被拒绝了？我看是。走。哎，你们不看了？ 小姐，袁公公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袁公公将这证据藏在我这里，到底是何用意？看来白督主跟沈大人都在寻找这个，就看小姐怎么决定了。就怕沈大人也不怀好意。东厂也好，锦衣卫也好，6扇门也罢，这深幽之处，得步步小心为好。
姑娘，阿若姑娘。督主，一蝶，你先出去。是。最近会有什么人过来找你？锦衣卫的沈大人，昨天前晚也来过，总共来过2次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的这儿，说是父亲的旧相识，要把2幅昔日的画给我。这个是你父生前赠予我的海棠图。父亲最爱的海棠，想不到这幅画竟成了绝笔。我已经悉数将你父生前赠予我的东西都还给了姑娘了，留个念想吧。我知道大人2次来的目的，但是督主毕竟有恩于我。阿若姑娘，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呢？他杀人无数，为什么偏偏救你？又把你藏在外庭，肯定是有所图谋。海棠图，小姐，他是要杀什么人吗？沈大人可能跟他不是一伙的。我要去找沈大人。如果他是忠臣，我不能让他就这样被杀死。不行，小姐，这样太冒险了。要不然还是我去吧。你说不清楚。等夜深了，你乔装成我，待在屋里，不要出门。是。姑娘留步。我找沈大人。你找我们指挥是什么事？我奉舒娘娘的命，找沈大人寻一个海上方。听闻沈大人颇懂民间偏方。我认得你，你是医德别院的姑娘。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天都这么晚了，你现在来找我们沈大人，说吧，找我们沈大人有什么事？此事关乎沈大人性命，容我当面禀告。沈大人，阿若姑娘，你深夜前来，是否有要事相商啊？小女冒险出来是要告诉大人，她又要行动了，可能会对大人不利。阿若姑娘，请坐。不知大人可否认得此物？这是否是皇上之物啊？他说是皇上赏的，不知何意。阿若姑娘最近是否见过圣上？不算见过，
但也见了。小姐，督主怎么还没来呀？小姐，你看，还有蝴蝶。我何时才能像蝴蝶一样自由自在啊？小姐，民女阿若，参见皇上。这一定是白飞皇故意安排的。他难道要把姑娘献给皇上？可是，他为什么当初不献，要等这么多年呢？阿若姑娘，你身在虎穴，今后需万事小心呐。大人，常总旗派人回话，他已经和江南镖局的人接了头了。知道了，你告诉他自己安排妥当。是。阿若姑娘，我这里你不宜久留，要马上回去。好。哎，你们又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啊？你一个下等力士，问那么多干嘛？看好你大门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也是下等力士吗？你就不要再埋怨了。你说我爹花那么多银两把我送进来，结果呢，天天戳在这儿守大门，都快变成石狮子了。27号、28号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沈大人找你们。沈大人找我们哥俩干嘛呀？不知道。大人。26号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折羽重鸣。是。接令。我今天派给你2人一个重要的任务，乃是去接一车从江南运来的咸鱼。咸鱼？哎，28号，什么任务？带我一起去呗。要不你替我们去？我？能问问去哪儿吗？接一车咸鱼。咸鱼？27号。这么小的任务你们都接呀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又不用打打杀杀，还有工钱拿。我爹花那么多钱送我进来，可不是让我送命。你知道这车咸鱼从哪来吗？你问我算问对人了，我已经托人打听过了，说是江南宁王府。宁王府。嗯。这车咸鱼其实是一趟暗标。我们要的是押镖的人，镖局的人会统一着杏色服装，其中领头的是个蓝衣人，你们要给我带回来，不管死活。那个蓝衣人手中还有一个锦盒，你们千万不能给我丢了。目前锦衣卫当中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们2个人，这一趟你们要多加小心。走吧，时辰快到了。哎，不逛了。沈大人说正午时分，镖车会在港口停靠。走。杀人了！你从后面带人走，我来对付他。不是的。
哎，接过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六扇门的，把他留下，你滚！我要是不滚，不滚，死！哇！哎，兄弟，给个面子嘛！大家都是衙门口的人，我这也是执行公务啊！常大人，让我带走了，这2个人你们处理了。走，好，快走！你看看你们俩，第一次出任务就给我搞砸了。哦，大人，给我个面子。虽然那个人死了，但是他给我的锦盒已经拿回来了。还不快谢谢常大人！要不是我让常大人在后面偷偷帮你们，我就拿不回来这个锦盒了。谢谢常总机。27号，还有28号，谢谢常总机。哦，大人，快看看这锦盒里，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，也好进行下一步行动。常主席辛苦了，这里没什么事了，下去歇息吧。那属下先告退了。他们有好几拨人，还有一波带着斗笠，说自己是六扇门的。他们就是东厂的人，把水搅浑，好浑水摸鱼。也只有他们，才敢明目张胆的明抢。今天让兄弟你丢脸了，酒钱算我的。小二，上酒。有光喝，吃菜。还是我们大理好。哎，要不然你跟我回大理吧，我认识好多义妹，回头给你介绍介绍。喝酒。你说，那个阿若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今晚不谈公事，只喝酒。真不错啊！我不会喝酒。是。哦，老板，来个鸡腿。好。
督主，玉佩呢？怎么没带？皇上赏赐的太过贵重，阿若不敢佩戴。皇上一直很中意你，你可知道？阿若不知。自从在花园偶遇，皇上就得了心病，一直想纳你为妃。可是这个刘贵妃闹了好几天，死活都不同意。小女无德无才，不敢痴心妄想。那要是我让你这么做呢？我培养了你3年，就在等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把你献给皇上。阿若感谢督主的恩情，愿意用一生偿还。只是，阿若进宫，对督主有什么帮助呢？这君臣之事嘛，你不懂。皇上对我再好，也难保今朝得势，却成明日黄花。你要是得到了皇上的宠幸，那我也算多了一个砝码。督主当年救了阿若，难道就是因为这个计划吗？即便阿若进了宫，一朝失宠，又该如何？你放心，我自有主意。这些只不过是我的缓兵之计。你要杀了？你只需要按照计划行事。可是督主，谁？是在下。是你。看姑娘心情不佳，不知所为何事？是为了白督主的事吗？在下崇明，因为在下保护的杨大人遭到暗杀，所以想查出幕后凶手。袁公公临死前跟我说过，这一切都是白飞皇所为。他杀的人何止1人2人？恕我直言，白飞皇的计划不管是什么，一定会对朝廷造成威胁。将他的所为揭发出来，不仅帮沈大人，对死去的袁公公等正义之士，乃至天下百姓，都是件莫大的好事。哟，莲二爷，好久没来了。小姐，放开我！伺候好莲二爷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小姐，哟，来了2个姿色不错的呀！哎呀，还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呢。到了这儿，不管是谁，都是姚姐儿。皇上的旨意明明是将我们贬为奴籍，为什么带我们来这种地方？哟，你们听听这口才，这不考个女状元可惜了吧？把她衣服给我扒下来，赏你们哥几个了。是，小女，小姐，小女，快点给我扒！你们谁再敢动他，下场就跟这个老鸨一样。
饶命啊！小女子阿若，感谢大人的救命之恩。孙简厨是你的？是家父。小女本名若仙。真是个貌若天仙的脸蛋儿啊！都说刘贵妃倾国倾城，但是跟姑娘比，怕是自叹不如了吧？你虽说是个罪女，但是你的父亲向来刚正不屈，是一个清官。唉，可惜呀。你以后就跟着我吧。阿若愿意做牛做马，报答大人。那倒不用，我会精心的调教，好好照顾你的。毕竟，我与你父亲同朝为官一场。你父亲当年刚正不阿，屡次向皇上进谏，彻查白飞皇。白飞皇据我所知，宫外私藏火枪的地方，就在户部郎中朱大人府上。阿若姑娘说自己悔不当初，愿意帮助大人铲除百飞皇。好，太好了！锦衣卫，我就依靠你们两个了。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们，不过非常凶险，我会想办法把你们安插进御膳房的太监当中，到时候你们就跟朱贺一起去运送那批火枪。那阿若姑娘她，现在不宜轻举妄动，如果引起白飞皇的怀疑，那阿若姑娘就更危险了。所以你们两个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能暴露自己。大人放心。人齐了。这是我从江南运来孝敬刘贵妃的上好贡品，你们给我送到宫里的御膳房去。去吧。出发！温公公，这是江南送来的大米。是白督主孝敬刘贵妃的吧？是是是，抬进来吧。快！
大家都辛苦了，快跟随咱家去朱大人那里交差。是。大人，朱贺派我们送进宫的大米里，藏有火枪跟火药，说是江南宁王府孝敬刘贵妃的。你们看真切了吗？我们亲眼检查过了，现在所有的火枪跟火药都在御膳房的仓库里。好，太好了！我要查实这批火枪，立刻进宫面圣。你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所为何事？锦衣卫御赐带到宫中行走，今天特来查查你们的御膳房。这不好办，是白督主替刘贵妃采买的江南贡，沈大人也要查查看吗？让开！哎呦，这锦衣卫无法无天，连御膳房都来找麻烦，就不怕我禀明了皇上，看你能横多久？反了反了，都给我围起来！是。锦衣卫查案，如有阻拦者，就地格杀勿论。是。你谁这么大的口气呀？是谁要查我送给贵妃娘娘的江南大米呀？原来是沈大人。白督主，希望你能识大体，不要阻拦我。哼，有谁打脸还提前问候的吗？这如果我不同意呢？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沈大人，你就算不给我面子，也要给贵妃娘娘面子吧？这个事儿闹大了，可不好。辽贵妃懿旨，宣白督主和沈大人去元乾宫。参见贵妃娘娘。起身吧。谢娘娘。听说二位大人因为本宫而打了起来，本宫很担心，若是此事传到皇上耳中，又要怪罪本宫麻烦两位大人了。还请娘娘恕罪，微臣也是迫不得已。听闻白督主往宫中运的大米当中有违禁之物，下官职责所在，所以过来查查。没想到，白督主是百般阻拦。本宫也听说这件事了，白督主也是一片孝心，没想到竟然引起了沈大人您的误会。这大米本宫也尝过了，确实好吃。沈大人能不能卖本宫一个面子，不再和白督主打来打去，可否啊？既然娘娘这样说，下官自然也不便再查了。沈大人，请吧。白督主，你好自为之。哎，大人，怎么样？大人，贵妃那边什么态度？刘贵妃明显在替他遮掩。啊，可是，怎么辛辛苦苦找到了证据，这马上就要逮住白飞皇的把柄了，那总不能贵妃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吧？唉，看来只能另想办法。
那怎么就没有办法扳倒他了？要是他们把火枪运走，到时候咱们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皇上，已经有40多天没上朝了，朝政现在完全是刘贵妃和白飞皇2个人把持着。如果想扳倒他们，拿不出真凭实据的话，大人，咱们不是有锦盒吗？咱们现在就去面圣，到时候皇上看了锦盒，便会彻查火枪，那咱们就有机会扳倒白飞皇了。走。阿若姑娘，快进来。阿若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来，多危险啊！白飞皇进宫了，他说要参加内廷验审，我趁无人盯守，赶紧跑出来了。沈大人呢？沈大人不在。怎么了？我来是要告诉沈大人，锦衣卫里好像有一个东厂的内应。皇上，微臣有宁王府派出的幕僚所提出的证据，里面收集有东厂督主白飞皇和宁王往来的书信。在信中，2人说要私自采买西洋火枪，并约定时间夺宫谋反，实在是大逆不道。沈爱卿啊，朕听说你今晚大闹皇宫，把刘贵妃的贺礼当成了白督主谋反的证物。皇上，白飞皇私运火枪进宫，其心昭然若揭，这不是谋反是什么？话可不能乱说。万一是白督主的一片孝心呢？皇上，不要再说了。刘贵妃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很不开心了。皇上，臣有如山铁证，愿用人头担保。沈爱卿可有把握？有。好，传旨白飞皇，让他带4部尚书来见朕，正好给朕当个公证人。倘若证据确凿，朕定当办了这个白飞皇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奴才赤胆忠心，想必是铲除叛臣，遭人记恨了吧？白督主，你暗中做了多少不可告人的勾当，杀了多少忠臣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沈大人作为锦衣卫的指挥使，一直与东厂作对，恐怕这次是要借着皇上的龙威，来除掉异己吧？白飞皇，我手里有宁王府18位幕僚提供的证据，你还敢狡辩？好了好了，2位不要再争吵。这样吧，如果沈大人拿出了证据，白督主，朕就不能再包容你了。由4部大人作证，今天就将你收押，革职查办。皇上，那要是沈大人陷害奴才呢？连同今晚的事，朕一并给你一个交代。好，4部大人作证。如果沈大人诬告奴才，请皇上下旨，将沈大人枭首示众。沈大人，皇上，果然是宁王18位幕僚的证词，还有你与宁王的书信。铁证在此，我看你还如何狡辩？好你个沈明放，竟然如此狠！
皇上，请皇上给奴才做主。皇上，来人呐！是。将沈明放押入大牢，明日午时斩首。慢！皇上，今后臣不能随侍左右，愿您保重龙体，一切小心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沈大人去皇上那儿告状，被白飞黄倒打一耙，被定了死罪，5时在衙门口斩首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告示已经贴出来了。他还要求所有锦衣卫去观斩。但是昨天晚上沈大人不是去仓库查枪了吗？是，听说还没见着枪，就被白飞黄带人拦出来了。现在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只要能拿到证据，说不定能救出沈大人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诸位锦衣卫，皇上让我来慰问大家，让大家不必担心。从今日起，我将兼任锦衣卫的指挥使。沈大人，我想你还不知道吧？自从你接镖那天开始，这一切就都是我安排好的。我设了一个诱饵，让你入套。什么镖局、镖车、长霸天、锦盒里的证据，还有那18个幕僚。这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。镖局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祝贺。督主放心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还是常大人对接的呢。可见那沈某人气数已尽。火枪跟火药，我们本来就是要送到宫里的，这个也要告知他们吗？要不要悄悄的进行？不用，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然后来告发我。沈大人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你要找的证据，我给你，因为这些证据都在我的手里。终于逮到你们这2只小老鼠了，常总旗，很意外是吗？那么我现在就明确的告诉你，本官一直追随、效忠的人是白督主。我一步步设的诱饵，就是为了要引你上钩。今天能够除掉你，我真是太开心了，因为我从此再无障碍。天早晚会收了你。既然你们2个现在已经知道了，那就让你们死个瞑目。
杀他们！行刑！送审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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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斩！送审大人！督主，沈明凤安插的那2个运虎要的下等锦衣卫，我已经查清楚了。什么人？督主，这27号出生大理皇族，姓段。这28号嘛，据说是江湖传闻第一高手铁手飞鹰的后人。这2人在锦衣卫一直是默默无闻，经常做一些守城和抓捕小贩的下等任务。但巧的是，当日在赵德门为首袁公公的正是2人。把他们给我搜出来。是。我们先躲一躲。好，等我们出了城，就跟我回大理去。不行，沈大人的仇还没报呢，白飞黄的证据没拿到。你别傻了，我们根本斗不过他。你忘了沈大人跟我们说的话了？这是我们俩最后一个任务，必须完成。好了好了，我算服了你了。我们藏到哪儿去啊？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应该安全。走。谁？阿若姑娘，是我。快进来。我一直在等你们，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们都中了白飞黄的计谋，这一切都是个圈套。从我们劫镖车开始，是我害了沈大人。今天我们来，是想求姑娘帮忙。你们这是为何？那日，袁公公对我讲，他把收藏那么多年的证据交给一个稳妥之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人就是姑娘你。袁公公的证据确实在我这里，可是他交代不要交给任何人，你们亲戚。是我对不起沈大人。沈大人给我们的最后一个任务，是找到阿若姑娘你，拿到证据。他当初多次找我，我都没有将证据交给他。如果我早点给他的话，他也许也不会被害死。姑娘先不用自责，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，是把白飞鸿的罪证告知于天下，还沈大人、袁公公一个清白。我刚刚在街上打听了一下，他们2个都已经被通缉了。
现在告示都贴出来了。你们怎么把证据交给皇上啊？不就是一条命吗？我卓玉虽然不是什么英雄，但我也不是什么贪生怕死的人。下官常某奉都主之命，囚禁阿若小姐。快，你们快躲一下，我来应付。走。玉典，开门。拜见姑娘。都主叫你来的。是的。都主让我告诉姑娘，皇上近日让城外狩猎，顺带赏荷，还请姑娘准备一下伴驾，打扮了衣服和首饰，我也准备好了。稍后我会差人给姑娘送来。7月初7，不就是后天？没错，不过这2天外面不太平，还希望姑娘不要随便上街走动。我奉都主之命，多派了人手来保护姑娘。你如今光明正大的跟着都主，前途未可限量啊！都是为都主办事。都主说了，事成之后，姑娘就是都主亲封的平川公主。这是第1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请姑娘帮忙。长马天，你个狗贼！呸！狗贼！怎么办？反正都已经这样了。哎，姑娘，要不然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常大人，我们听见打斗声，您没事吧？你们快走，一会儿他的人来，我就说他想非礼我，被我错手给杀死了。给我捉住他们！住手！你们谁敢动我兄弟，死！兄弟们都知道沈大人是怎么死的，大家再忍一阵子，待我拿到证据，一定替沈大人报仇。是。保重。外面都是东厂的人，你们小心！包大人，他们果然藏在阿若那儿，程同卿已经被杀。挺大能耐呀！给我杀！是。在那边，让开！站住！别跑！上来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28号，我们找个地方躲一下。快这儿，快！这边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是啊，这有病啊！
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就原路往回送。我去引开他们。28号，移交罗介，你一定要完成沈大人交给咱们的任务。在那边，追，小二，快，是。追，快，这里，在那边，站住，好，快站住，站住。28号，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
兄弟，我带你回家。督主，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番众，那小子疯了！一群废物！算了，就凭他一人之力，也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当务之急，你马上通知宁王，让他带兵守在10里之外，并且一旦发出信号，就赶紧让他们杀进皇宫。是。民女阿若参见皇上。美人快起。民女手镯做了一些糕点，请皇上尝尝。你有心了。听闻阿若姑娘的武艺非凡，不如为皇上献武一曲啊。朕也听闻白督主的琴艺了得，不如就由你来替阿若姑娘抚琴如何？遵旨。是。
皇上，朱爱卿，皇上，出什么事儿？锦衣卫有一个逃犯，声称沈大人有冤，要来面圣。既然是逃犯，拿了便是。哎，皇上，这万一他要是有什么冤情呢？虽说扫了皇上的兴致，但不容较劲了一件，暂且听听。白督主言之有理。让开！松手！皇上有令，让他进来。皇上万岁！皇上，我要告东厂督主白飞黄。哦，你要告我什么？锦衣卫28号要告东厂督主白飞黄，勾结宁王，忤逆谋反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怎么这么多人恨本督主呢？你说我谋反，可有证据？皇上，证据就在那石盒里。阿若，呈上来。这就是白飞黄计划行刺皇上的证据。白督主，这信该不会又是假的吧？袁公公早就察觉白飞黄的阴谋，冒死取证，也是因为这份证据，袁公公惨死于白飞黄的手中。我于27号亲眼所见。这个犯上作乱的贼子已经死了，你如何证明这个信的真伪？皇上，这封信是袁公公藏在民女那里的。阿若，我待你不薄，你却恩将仇报。说，谁指使你的？皇上，沈大人早就查实白飞黄怀有一心，为了拿到证据，四处奔走。白飞黄得知勾结锦衣卫常霸天，设下圈套，让沈大人拿到假证据，并且将皇宫运火枪一事故意告知我们。沈大人护驾心切，这才中了白飞黄的奸计。皇上，这个下等锦衣卫，他血口喷人啊！皇上，我是想对付沈明放，那是因为他嫉妒皇上对我的宠爱，处处都跟我作对。但是我没有想谋害皇上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宁王已经就要带人来到京城，如果皇上不信任在下，可以找人查实。来人，把白飞黄给我拿下！皇上，皇上对奴才这么多年的恩情，就烟消云散了吗？皇上，奴才对皇上可是一片忠心呐。兹事体大，朕不得不查。来人！来人！你真的就不相信我吗？我白飞黄等待这一天，已经等了20年了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给我杀！白飞皇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把皇上放了，否则死路一条。越来越好玩了。禁卫军和神器营已经收到了消息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你这个忤逆之臣，劝你束手就擒，否则杀无赦。哼，京城已经被我控制，就算你们锦衣卫来了，又能如何呀？你是指宁王吧？我们来之前早已将城门封闭，仅凭他，一时半会儿也怕攻不进去。哼，狗皇帝！就为了保护一个没用的皇帝，哼，这叫做蠢。少废话，拿命来！这天下本该就是属于我的。
为了我的兄弟！